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在被陨落心炎吞噬后，就失去了意识。等到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身处地底岩浆深处。萧炎被陨落心炎拖到这里已经有近半个月的时间。在这期间，陨落心炎一直想要炼化萧炎体内的异火，好在药老一直用古灵冷火为他防御，但因为消耗太大，药老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。而现在他们的处境非常不好，在这里，陨落心炎的力量几乎源源不绝，就算突破了他的封锁，萧炎也很快就会被炽热的岩浆吞噬。虽然身处绝境，但萧炎求生的欲望十分强烈。药老的古灵冷火还能坚持3天，3天后他会把自己仅剩的灵魂力量全都给萧炎，随后便会进入沉睡，到时候一切都只能依靠萧炎自己。药老告诉萧炎，他沉睡后，萧炎若是坚持不住，可以服下地灵丹，那样或许可以多扛一段时间。药老将自己残余的力量全都给了萧炎之后，便陷入了沉睡。这一次，师徒两人的命运都交到了萧炎的手中。如果萧炎坚持不下去，躲在戒指中的药老也会被陨落心炎焚烧成虚无。陨落心炎选择用慢火缓慢炼化萧炎，而在他源源不断的炙烤下，萧炎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迷糊的状态，机械化的调动着体内的清火来抵御火焰焚烧。就在萧炎也不知道到底维持这种状态多久的时候，他突然被缠在手臂上的吞天蟒惊醒，但争夺到身体控制权出来的却是美杜莎女王。美杜莎出来之后，得知萧炎将她带到了一个几乎绝境的地方，恨得牙痒痒，十分后悔当初没有直接杀了萧炎。在得知药老已经沉睡，无法和他联手破开异火，更是想一掌拍死萧炎。愤怒的美杜莎不断攻击陨落心炎，虽然她的攻击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但却激怒了陨落心炎。随后一股极其炽热的星火突然出现在萧炎和美杜莎的体内，美杜莎的2个灵魂在这股星火的炙烤下十分痛苦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美杜莎和吞天蟒的灵魂也开始缓慢地融合了起来。美杜莎这边的情况还不算太糟，但萧炎却在这股比之前每次都要强烈的星火炙烤下，感觉自己的身体要不了多久就会在高温中缓慢融化。此时的萧炎一眼看过去就像一个被剥了皮的雪人，体内的各种器官也是严重变形。在他的意识即将步入黑暗的时候，他身下的青莲座台突然散发出淡淡的绿色光芒，缓缓地融化了起来，随后变成一大团青色的液体，将萧炎的身体完全包裹住。而在萧炎被青色液体包裹的时候，他手指上的纳戒也在高温下爆开，青色液体将纳戒中所有的药材和丹药都包裹了起来，其中就包括药老炼制的地灵丹。所有药材和丹药在青色液体中缓缓融化，最后将青色液体也染成了5颜6色。5颜6色的液体顺着毛孔和伤口流进了萧炎的体内，让萧炎体内濒临毁灭的筋脉、骨骼、血液再度泛起生机。陨落心炎在察觉到萧炎的情况，再度爆发出恐怖的温度，但萧炎体内的生机却再次诡异的浮现，星火不断破坏，而5颜6色的液体不断修复。这2种东西在萧炎的体内就像进行拉锯战一样，不断重复循环。好在此刻的萧炎因为濒临死亡，已经进入了假死状态，感受不到疼痛。萧炎和美杜莎都在地底火焰中慢慢的发生蜕变，时间慢慢的流逝，飘荡在火焰中，犹如死尸的青年突然睁开双眼。萧炎在醒来后，发现自己体内的经脉，不管是韧性还是容纳度，与之前比起来都有一种飞跃的蜕变，肉体也变得更加强悍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发现自己晋升到了斗王级别的实力。此时的美杜莎与吞天蟒的灵魂也融合了大半。陨落心炎在看到活蹦乱跳的萧炎后十分愤怒，随后一股极其猛烈的星火再度诡异地出现在萧炎的心中，但萧炎发现只要星火一蔓延，自己体内就会爆发出一阵奇异的荧光，而星火在荧光的照射下就像遇见克星一样急速退缩到完全消失。这些荧光就是那些缓慢进入萧炎体内各处角落的奇异药液。在经过长时间与星火对峙并且取得压倒性胜利后，星火对萧炎的焚烧效果大打折扣。虽然萧炎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但他很清楚这是他收服陨落心炎最大的依仗。当萧炎眼中也泛上奇异荧光后，发现周围的陨落心炎慢慢的变得透明，透明中有一团巴掌大小的乳白色火焰小蛇，这是陨落心炎真正的本源。很快萧炎就抓到了陨落心炎的本源，进行炼化。在萧炎青莲地心火的侵蚀下，陨落心炎的意识终于消散。在顺利炼化完失去意识的陨落心炎后，终于到了焚诀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一步，将2种异火融合。异火之间抗拒性非常强，各自都想将对方吞噬。好在在将焚诀斗气源源不断的灌注下，萧炎体内的2种异火能够和平共处，彼此不再爆发冲突。萧炎迅速进入修炼状态，依靠吸收外界能量来提供足够的斗气。这是一场持久战，萧炎也不知道
到底过去了多久。两种异火在焚诀的作用下终于融合成功。这种新融合的异火是一种碧绿色的火焰，而在萧炎成功融合异火后，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捏住，随后一股异样的邪火传遍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这时候萧炎才知道，原来后遗症是类似服用了极其强烈的春药，他想要压制下去，但越是压制，这股感觉反弹的越强横，最终萧炎还是无法压制住这股欲望，一步步走向紧闭双眼的美杜莎女王。而在他接近之时，美杜莎就像感应到了什么一样，睁开了双眼，看着被欲望占据的萧炎，他对萧炎发起攻击，但灵魂刚刚融合完的他发挥出的实力不足以往的一半，无力不起作用。美杜莎警告萧炎，如果敢对他做那种事情，等他恢复实力，一定会将他碎尸万段。但萧炎丝毫不理会他的话，直接将他压在身下。随后一阵掌声响起，在后遗症结束后，美杜莎想要杀了萧炎报仇，但在这地底岩浆中，就算他恢复了巅峰实力，面对收服了陨落心炎的萧炎也讨不到好。尤其他在融合了吞天蟒灵魂后，对萧炎总是难以下针的杀手。而为了能突破封印离开这里，他们两人只能联手。萧炎破塔而出时，正是内院天焚炼器塔每月最热闹的时候。大长老以为突破封印的是暴动的陨落心炎，但没想到越塔而出的竟然是他们以为已经死了的萧炎。萧炎的复活让在场的大长老以及内院众人都十分高兴。美杜莎突然出现，想要杀萧炎，但在内院，尤其是大长老的面前，美杜莎根本杀不了萧炎。无奈美杜莎只能先行离去，而萧炎也告诉了大长老一个对内院来说非常不好的消息，那就是他将陨落心炎炼化了，以后天焚炼器塔提升修炼速度的效果怕是不行了。大长老听到这个晴天霹雳，只觉得萧炎真是个灾星，但事情发生了，就得想解决的办法。好在当初学院的院长在离开之前留下了一个备用的陨落心炎容器，只要萧炎每隔1-2年将炼化的陨落心炎分出一些灌入其中就好。萧炎从大长老这里得知，韩风在黑角域成立了一个黑盟，黑盟中招揽了不少黑角域的势力，强者云集，就连大长老这2年派出去找当初攻击内院的人报仇都被挡了回来。萧炎想将韩风给解决了，便问大长老想不想找回场子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先调集人手便前往黑角域。在说完这件事后，大长老突然想起萧丽的事，他告诉萧炎，在他陨落之后，萧丽的实力突然暴涨成为斗王，现在的他在黑角域暗中创建了一个神秘的组织，专门挑黑盟的人见一个杀一个，也因为他长久对黑盟成员下手，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势力决定要围剿他。萧炎在得知萧丽的情况，便决定立刻前往黑角域找他，但光凭萧炎一人很难对抗几个势力的围剿，而内院的长老也都被大长老调走，挪不开手。好在林烨告诉萧炎，这2年盘门发展的非常好，5号和虎家半只脚都踏入了斗王，除了他们2个，盘门中斗灵巅峰的强者还有不下10人，更何况当初萧炎陨落后，紫妍也加入了盘门，再加上林烨，他们的实力都可以和黑角域的一流势力抗衡了。萧炎带着盘门的强者前往黑角域，而大长老也将所有的长老集结，准备了结与黑盟之间的所有恩怨。这一次萧炎能为药老报仇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